唉，先上。对，抱歉啊，刚才肚子疼。我们说一下越南的题目。对，越南题目我们肯定只讲其中一部分了，因为有些题实在是比较水。我们从越南 MO 讲起。越南 MO 第一题呢，这个实际上只有国外会比较喜欢考啊，他问这种大学的极限问题，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，就是它这里面呢，你可以轻易的看到这个 xn 加8减 xn 加3两个开根号呢，这个东西是整体上是逐渐趋近于1的，然后一些规律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 xn 加1等于根号 xn 加8减根号 xn 加3。x1 是等于2大于1的 ，x2 是小于1的 ，x3 是大于1的 ，x4 又是小于1的。它实际上就是在大于1和小于1范围内抖动，而且它与1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所以比较简单的做法，你可以令这个 xn 等于1加 yn， 那么实际上 yn 加1就等于根号9加 yn， 然后减去根号4加 yn 减去1，这个东西等于5除以根号9加 yn。加上根号4加 yn 减1，简单的估计放缩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不难可以导出来 yn 加1的绝对值是不会超过1/2倍的 yn 的绝对值。然后基本上第一问就出来了，它极限是1。然后第二问你只要稍微讨论一下从2之后的相邻两项和就可以了。它大于等于 n 是毫无疑问的。这个第一题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们冬令营可能也出不了这么简单的题，但是呢，它的2就明显比我们的题要难。然后我们来说2，光这个图就很恶心。我们用细的笔来画。我们稍微改写一下它的说法，因为它原题的说法确实比较麻烦。大概就是这样的，你在这儿做了2个角相等。在三角形 ABC 中 ，D 在 BC 上，然后 F， 然后它给定的这2个角是相同的，角 DEM 是等于角 DFN 的。然后这样完了之后呢，它做 DEM 和 DFN 的外接圆，这2个圆交于所谓的 P 点，对，交于所谓的 P 点。然后呢，你再做与 DEM 外接圆相切，且同时也与 AM 相切的这样的一个小圆，左右各做一个，然后这2个圆是交于 Q 的。然后圆 DEM 交圆 DFN 于 P， 然后与过 D 与圆 DEM 相切，且与 AB 也相切。我们写 AM 吧。
原借一，它应该是原借一，然后同样的原借二，然后原借一和原借二交于 Q， 然后它让你证 DPQ 贡献。好，换一下写法，看着舒服一些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啊。首先第一点是可以看出来，这个 DP 是过 A 的，因为你原 DEM 和原 DFN 它们相当于公共弦，就是所谓的 DP。然后你这个 EMFN 共圆是显然的，你把这个圆和刚才的原 DEM、原 DFN 合到一起比较，它们的两公共弦就是 MEFN 和 DP， 它们是交于一点的，所以你这个 DP 是过 A 的。所以你原来实际上要证的问题是证明这个 DQ 是过 A 的。这一段是比较简单的。考察原 DEM、原 DFN、原 MEFN， 那么你必然的有 DPFNEM 交于一点，这三条线是交于一点的，所以你只用证明 Q 是在 AD 上的。然后我们画一个简图来说明这个事儿。我们看这个圆呢，实际上左边的这个所谓的圆借一，它是与 AB 相切的。然后呢，右边的这个圆我们不知道这个圆借二，它是与 AN 相切的。这里面你实际上可以看到 BC 是没有用的，所以 BC 这两点其实都可以直接拿掉。然后它们一个交点是 D， 一个交点是 Q， 这边是 K， 这边是 H， 看这个简图就行了。那么你可以看到，实际上原借一和原借二的公共弦就是 DQ， 然后你要证 DQ 过 A， 然后这边有天然的另外两条切线 AK 和 AH， 所以只要你能找到一个与 AM、AN 切于 K 和 H 的这样的一个圆，那么这个圆与原借一、原借二的根轴就是 AK 和 AH， 然后那么 AK、AH 和 DQ 就交于一点。只用有 AK 等于 AH， 就可以推出来有与 AM、AN 切于 KH 的圆存在。那么呢，这就推出来此圆与原借一、原借二用蒙日，于是就 DQ 过 A。所以实际上你就只用判断这个 AK 是否等于 AH， 只用判断这件事就行了。然后这个 AK 是否等于 AH， 你如果背结论的话，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你应该知道这个 DK 实际上是一定是角平分线。然后不背结论也不困难，就是你稍微算一下也可以。好，这个我们简单的算一下就行了。我们做原 DEM 过 D 的切线 DT 交 AM 于 T。那么实际上你所做的那个所谓的原借一呢，实际上它就是与 TD 相切，同时又与 TM 相切的这样的一个圆，所以实际上 TK 是容易算的 ，TK 就等于 TD。原借一大概就在这儿，原借一我们用绿笔画一个吧，但这个圆不本质。原借一就在这儿 ，TD 当然是等于 TK 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。
然后呢，我们算一下 TD 的方向，它是这个角是等于这个角的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小角，这个角 TDE 是等于，由于相切是等于角 EMD， 就等于这个角。然后呢，所以这个角和这个角相等之后，所以角 TDB 就等于角 TDE 加上角 BDE。然后4点共圆，所以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角1等于角2等于角3，然后这个角4等于角5，所以就等于角3加角5，角3加角5也就是角 ACB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角 BDT 就和角 BCA 相等，所以 DT 和 AC 是平行的。这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导出来的结论。那么这样它的长度都可以生硬的算出来。我们对称的来设一下，我们设 BD 等于 x 倍的 BC，CD 等于 y 倍的 BC，x 加 y 等于1。这里之所以设成两部分，是为了保持对称性。那么这样的话 ，AK 呢就等于两部分 AT 加 TD。然后 AT 的部分就是由平行，这边是 y 比例，这边是 x 比例，所以它就是等于 y 倍的 AB。然后 TD 呢，由平行的部分，这是等于 x 倍的 AC。你由这个对称的结构就可以立刻看出来，它当然是等于这边同样的办法算出来的 AH 的。所以 AK 和 AH 是完全相等的，然后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样就把第一部分做出来了，就思路也挺简单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反复使用密克点的结论，因为它这里面有太多的密克点了，全是密克点的结论。首先，你从第一问这个地方，你已经看出来，实际上这个 BC 这条线是没用的，对吧？然后第一问里面还有一个附带的信息啊，你注意这个 AK 和 AH 的长度算出来是 y 倍的 AB 和加 x 倍的 AC， 所以 K 和 H 分 AB 和 AC 的比例，这样会使得 KDC、KDH 是共线的。这个你在这儿用这个比例简单的使用一下梅氏定理就可以看出来，对吧？我们来写第二部分，由上就是第一，就知道第一是 BC 可以去掉，你可以无视。然后第二是你用梅氏可以知道 KDH 共线，所以你就把那个 BC 这条线扔掉，然后把 KDH 这条线保留。然后呢，很明显 P 点也没啥用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Q 点拿出来。那么我们画这个图，这是 AKH。F E M N D， 然后这是当时的那个第2号焦点 Q，
然后 DQ 上去与它形成一个交点 L， 就是 ALEF 共圆。然后它这边与共圆的形成一个交点 G， 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有常规结论，我们有 GKQA 是共圆的。这个我们熟知 Q 是在这个圆上的，就是 AKH 所定的这个圆上。然后看看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。他说是你要做这个 GDQ 这个圆的切线与 EF 形成交点 S。那么我们把他给的这个 GDQ 连出来，然后把 EF 连起来 ，EF 用红笔吧。那么实际上给你的条件就是角1等于角2，这就是那个所谓的 S 点。然后他要证什么来着？然后要证它与这个 DLG 共圆。然后实际上你看这个 S 点，实际上我们是从这个方向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GDS 的大小是比较容易知道的。然后你要证它在这个 GLD 这个圆上，实际上你知道这个方向，但你不确定这个 GSSL 的方向，这个肯定是需要一个中间点来转化的。然后从中间点的角度上来讲，我们实际上很清楚这个 GLD 是与这边形成的这个密克点是共圆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密克点做出来，对吧？就是你看这个角度，我们有角 GDS 大小，要证 GLD 共圆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就借助一个密克点就可以了。这是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？所以我们把 EF 和 KH 的交点做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设 EF 交 KH 于 R， 那我们标准的有 GR1K 共圆，这是密克点的标准性质。然后 GKQA 共圆，所以我们有角 GRD。又得画一条线，我们画绿的吧。然后4点共圆，它是等于角 GEA 的。然后4点共圆，它是等于角 GQA 的。这边是4点共圆，所以是 GLA。对，它是 E 这边的这个共圆，所以它等于角 GLA。所以呢，这边就形成了同样的一个顶角和补角相等，所以 RDLG 4点是共圆的。这就是密克点，它实际上是在 GLD 这个圆上的。然后呢，这边这个角就好转化了，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角来转化掉这个角了。这个角 GRS 和这个 GQA 相等，这是显然的。又角 GRS， 它是等于角 GKE， 然后由上面的4点共圆，也就是角 GKA。它是等于角 GQA 的，
所以就等于角 GDS， 就把这个切用上了。所以呢 GRDS 公元解了。这块主要是你要熟知密克点的各种结论，然后这个角的方向，从方向上讲，你要证这个4点公元是要借助于这一侧的点，所以自然的会把这个密克点做出来。这个2我觉得是明显比我们动力能考的2是要难的，明显要难一些。问题3不能算题，我们就算了吧。问题3你们自己随便看看就行。需要稍微说一下，那我们稍微说一下，实际上就是你那个长方形豪宅，那我简单说一下吧，就是你这个长方形豪宅，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包到一个圆形里面去，这个圆形的半径是 r， 那么实际上问题就变为了放9个圆之后仍可以不叫等价域，就是你只要可以做到放9个圆之后仍可以放一个半径 r 的圆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也是个熟知的问题，你要放一个半径为大 R 的圆，然后与这9个圆都不相交，那么实际上就是你新放入的这个圆的圆心与原来的那9个圆心的距离都超过 R 加 2.5， 因为原来的那9个圆的半径是 2.5， 所以实际上问题就变成了放9个点之后仍可以放一个点 A与它们的距大于等于 r 加 2.5。然后这儿注意，你光这个不太够，因为 A 如果跑到边界上去了，那么你做出来这个圆是会跑到那个整个的那个120乘100外面去的，所以且 A 不在边界处。这个也好说，你就把那个长方形外面挖出来一段，挖成一个小长方形，然后 A 点必须在这个范围内就行了。然后这就变得更简单的，就是说你只是要求 A 与它们的距离都超过这个，那么就是放9个半径 r 加 2.5 的圆后仍可放一点 A 不在边界，然后就是算面积就行了。我记得他留的那个不等式是非常宽裕的，就是你用那个 r 估之后还有很大的空间留给你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面积计数问题。然后第2问跟它差不多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它题目难度其实还挺跳跃的。这是3，然后我们说4啊，4还可以。我们设这个直线 D 的方程呢，为 kx 加 d，为 y 等于 kx 加 t。这里首先这个假设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，这个直线必然是有斜率的，对吧？而且斜率也不能等于0啊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。无聊的细节工作啊。然后呢，你注意到它反复用到的只是一堆什么3次 x1、3次 x2、3次 x3，所以自然呢，我们直接用3次的结论就可以了。就是它另一个方程是 x 方等于 y 3次方。然后呢，你注意到用到的都是3次，3次根号下。
所以呢我们直接设出来，因为原来那个方程里面实际上也用到了3次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它设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设3次根号 x1 等于 z1， 3次根号 x2 等于 z2， 3次根号 x3 等于 z3。 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它们是合并方程的解，所以 z1 z2 z3 为方程 z 方等于 kz 立方加 t 的解。对吧？你把它塞回去嘛，3次方和2次方分别就是 x 和 y 嘛，所以它实际上都是这个方程的解，它就是这个方程的3个解。这个比直接立原方程要好一些，因为你实际上用到的只是3次根号 x1， 3次根号 x， 所以你直接拖它出来比较好一点。好了，那就基本上没什么可做了。k 和 t 是可以随便调的，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带给你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 z1 z2 z3 的交错乘积的和是等于0。它实际上也只给了你这个约束，对吧？它只给了你这个约束，这个约束呢，我们把它丢进原式，代入原式，原式左呢就等于西格玛 z1 的方除以 z2 z3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我们把 z3 单拎出来，式子会得到简化一些。我们把 z3 分之一单拎出来，那么它是 z3 分之一，然后乘以 z1 方除以 z2 方除以 z1， 然后再加上 z3 方除以 z1 z2， 然后从上面的式子 z3 应该等于负的 z1 z2 除以 z1 加 z2。这个实际上就是 z1 分之一加 z2 分之一分之一，它的调和平均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丢进去 ，z3 直接丢到这儿去，那么这是负的 z1 z2 分之 z1 加 z2， 也就是 z1 加 z2 分之一 ，z1 分之一加 z2 分之一，然后乘上这个 z2 分之 z1 的方加 z1 分之 z2 的方。然后这个呢可以直接丢，它是平方，所以是剩下 z1 z2 除以 z1 加 z2 的方。好，把这个直接乘进去 ，z1 分之一和 z2 分之一乘后面都是比较好的，所以它等于负的 z2 分之 z1 加 z1 分之 z2 加上 z1 分之 z1 方分之 z2 方加上 z2 方分之 z1 方，然后加上 z1 z2 分之 z1 加 z2 的方。啊，没什么好做的，这玩意儿显然大于等于4，然后这玩意儿显然小于等于4分之一，然后呢它整体上是小于等于负4分之15的。注意到等号是不可能取得的，因为你的 z1 是不等于 z2 的。解了。这是问题4，然后我们说问题5啊。问题我写的还挺坑的。他说呢 ，SND 的大小是，也就是所谓的
用1到 n 组成一个 x1 到 xd。然后这里 x1 到 xd 这个序列满足什么呢？满足相邻项不同，且不存在 i 小于 j 小于 k 小于 l， xi 等于 xk， xj 等于 xl， 就是它不存在交错的两项，它们是相同的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然后第一问根本不用管它，第一问是自动就能算出来。然后主要说第二问，第二问实际上他说了半天，实际上就是你用 n 种数最多只能组成长度2n减1的这样的一个列。用 n 种数只能组成长度小于等于2n减1的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这里我稍微换了一下概念，就是你用1到 n 实际上跟用 n 种数是没有区别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用2到 n 加1，或者是你挖空了就是 n 个从小到大的数，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然后要证的就是这件事。然后这件事呢，你稍微试一下，你会发现比较难说。然后呢，另一点是 n 的情况和 n 加1的情况实际上是有相当的关联性的，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实际上我们用归纳法来证是比较简单的，对吧？第二部分呢，我们用归纳法来简单的证一下，不难证出 n 等于1、2、3时，用 n 种数可以组成至多组成只能形成长小于等于2n减1的合题列。然后呢，设 n 等于 k 的时候也是这样 ，n 等于 k 加1的时候，若结论不真，那么也就是存在一个长度大于 2k 加1的这样的一个列是符合要求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列截取它的前 2k 加2项，那么它也是符合要求的，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x1 到 x2k 加2是符合要求的，则必存在 x1、x2 一直到 x2k 加2合乎要求。就是这里如果有更长的合题列，我们就只取它的前 2k 项，前 2k 加2项，很显然它也是合题的。然后只取这么多是为了让这个数目小了之后就比较容易算，比较容易处理。好，我们来讨论这个列。然后我们肯定就是想办法把它变成 k 的时候的情况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先看啊，若1到 k 加1中有一种数出现小于等于1次，那么我们把这种数给它去掉，去掉这种数。然后呢，有一种可能是这种数确实出现了一次 xi， 然后它去掉了之后呢，它旁边的这两个数是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就把旁边这两个相同的数合并成一个数。若导致相邻的数相同，那么把相邻数粘成一个数，去掉一个。然后你这种数最多出现了一次，然后你最多就导致一对相邻数它们是相同的，然后你再去掉一个数，所以你这样最多去掉两个数。所以余下的列
长度至少为 2k， 然后呢，你只用到了 k 种数，矛盾。然后之所以我们要把长度限制在 2k 加2，就是要保证基本上每种数出现2次，这样很好算。好了，这种情况排掉了，另一种情况简直没什么可说的。另一种情况，那么就说明1到 k 加1中每种数都是出现2次，那么这个数列长什么样，基本上你是能完全确定的。那么你简单的分析一下，这个结构太简单了，就是 x1 是一个具体的数 ，x1 肯定和某个 xt 是相同的 ，x1 和 xt 相同了之后呢，比如说它们都是1，那么你就考察两个2在哪儿，两个2要么都在里面，要么都在外面，反正绝对不可能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，那样就形成我们要的那种东西了。所以呢，其他的数就是每种数要么都在里面，要么都在外面，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和外面分割开来。因为一种数要么在里面，要么在外面，绝对没有一部分在里面，一部分在外面的，所以可以完全把它分割出来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每种数 b 全在 x1 到 xt 中，或全在这之外。所以呢，你考虑下面一段，那么 xt 加1呢，它又和某个你不知道的什么 x 拉姆塔是一样的，这又是分一段。然后 x 拉姆塔加1呢，又和某个数是一样的 ，x mu 是一样的，它又分一段。然后你最后一直可以分到这个 x 2k 加2，它实际上就是若干个段。然后每一种数都必然在里面，然后你在里面再同样的话，这个数又肯定和这个数相等，那么这又是一段。所有的每种数呢，要么在这一段上，要么在这一段外面，就在这一个区域。所以最终你划出来的东西一定长这样，就是你这里面的 x2 又和某个 x mu 相同，然后这样的 x mu 加1又和某个数相同，然后所以你这样一直分析下去，这里面最中间的这两个数必然是相同的，因为它两个数同在里面或者同在外面。对，它们必然是为 a b c d d c b a， 然后什么 e f g g f e 什么之类的这种结构。就是这个从分析结论上来看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毛病在哪的。然后呢，实际上你要说清楚也是很简单的，说清楚你就，因为你知道这样必然会导致两个相同的数是相邻的，那么你就考察相等的数的距离的最小值。设 a 与 a 最近，就稍微用一下极端原理来说，你假设两个相等的数 a 与 a 是最近的，那么 a 与 a 之间还有别的数 ，a 与 a 之间有一个数 b， 那么呢，这个数 b 出现了2次，它另一次出现必然不在 a 与 a 之外。所以呢，另一个 b 也落在这个区域内，所以那个 b 和 b 之间的距离是更短的。故矛盾就说清楚了啊。
当然这是随便写一写，括号里面是真实的原因，我们只是找个由头随便写一写。行，好像笔没电了，我们先课间休息吧。啊，就是这个笔没电，我忘了带2根笔过来了，所以只有先充电再说了。什么鬼？怎么还没充上？智障！
好，我们继续说。哦，有一个重新配对的问题。好，好，都做好了。Li6啊，这个题出的太过分了，因为你是很容易的可以看出来它通项的。你记这个阿尔法等于1/2加根号5，贝塔等于1/2减根号5，
那我们标准的有 xn 是等于阿尔法的 n 次方加贝塔的 n 次方的，对不对？那他问的那个问题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说了，他问的是一个是整除，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结构。实际上我们对 a 的 n 次方加 b 的 n 次方和 a 的 m 次方加 b 的 m 次方之间的整除，这个是非常熟悉的。把它换成无理数的话，其实结论也差的不太多。我们简单的写一下呢，大概是这样的啊。第一问让我们干什么来着？第一问说 xn 为质数，仅当 n 为质数或者是2的方幂，若 n 不为质数，也不为2的方幂，那么我们有 n 那么 n 肯定能够被一个基数整除，而且剩下的部分至少是大于1的，对吧？ n 等于 bc，b 为基数，b 为大于1的基数， c 是大于1的正整数。那么这样我们标准的有阿尔法的 c 次方加贝塔的 c 次方，也就是 xc。那么它当然是整除阿尔法的 bc 次方加贝塔的 bc 次方，也就是 xbc， 也就是 xn 的。这个结论应该是显然的，就是说如果换成普通的整数，这个显然是对的，就是 a 加 b 显然是整除 a 的基数次方加 b 的基数次方的。然后你换成无理的话，它仍然是对的。这一点应该也挺容易证明的，你就老老实实把它展开，就是把这个多项式展开算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再比较一下大小，实际上你从原来递推式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数列本身是递增的，对吧？所以你这个 xc 整除 xn， 但 xc 肯定是小于 xn 的，然后你就知道这样的话 xn 必然是个合数。就解了。你只是把这个简单的通项求出来，它是个无理数，只是把平时的正整数换成了无理数的问题。然后第二个也没什么可说的，第二个相当于就是 r 的 m 次方加贝塔的 m 次方整除阿尔法的 n 次方加贝塔的 n 次方的判定条件。这个跟与阿尔法贝塔属于 n 正的情况实际上做起来是完全一样的。就你一样的用辗转相图去处理它就可以了。它最终你肯定可以把阿尔法的 n 次方除以阿尔法的 m 次方加贝塔的 m 次方，它因为用的是加，所以你最终一定是可以把 n 整体减去 m 的偶数倍，然后落到0到 2m 之间，然后再做稍讨论就可以了。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水的问题。哦。16是这么一个题，然后例7呢，例7这个题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。例7我们只稍微提一下啊，很明显例7这个题你是应该计算的。你想正常你怎么去说明这个角和这个线，这什么玩意儿吧？但是它涉及到那些点呢，实际上你用复数来代替，实际上都是非常容易计算的。所以很明显的你应该用复数计算。对。然后这里面可能只有一个点你需要稍微用一点心啊，就是这个关于 OHA 所形成的这个焦点 X 啊，只有一个小提示，要稍微写一下。就是你做这个 ABC， 然后呢它有这个垂足 HA， 这儿有这个 O， 然后 OHA 与这个圆形成焦点 X， 这个 X 你熟知复数当然是容易定出它的位置，但是你不熟的话你可以这样，虽然这一侧不好定，但是这一侧是非常好定的。你把 X
然后这个点是 O， 写错了。你把 xa 这边反向延长，这儿交出来 a 撇，然后我们熟知 aa 撇是与 bc 平行的，这应该是初中的一个练习题。这里 ox 交圆 abc 与 aa 撇 a 撇，则 aa 撇平行于 bc， 可用于计算 x 位置。就是这一点要稍微说明一下。不是，他这是记写糊涂了。这件事很好证，对吧？这应该是非常好证的一件事，没什么可提的。就是主要是你要知道它的反向点很容易算，这样表达 x 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你即使不知道，实际上垂直的复数表示是比较容易。然后这个题中涉及到所有点都可以用复数表示出来，就只是个计算的问题而已。当然，计算过程是非常的长的，可能你大概需要算2个小时左右吧。好，安静。然后我们说一下 TST 的部分题目啊，讲 TST。对，讲之前我们稍微说一下几件事啊，对，上课安排的事我都忘了。第一个，我们清明节是放假的，对，清明节也就是下周，4月6号放假。然后我们5·1也是放假的，就是4月27号放假。然后另一个就是你们应该知道周日的补充课，它应该已经快开始了，对吧？这个事儿你们应该要记得。就是我们周日会补充一些教授来给你们上这个双师直播，然后基本上每个学期我会请一些人来讲一下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这学期安排我们上回说过，我会看大家的情况，然后决定请一些人。这是第2个事儿。然后第3个事儿就是上回我说一下我们课程的内容的调整啊。就是因为我们1年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卷子要讲，然后我们也要调出一些时间要讲一些基础知识，讲模块化的讲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课程后期应该会讲一些模块化的东西。我们课程后期会讲一些模块，就告诉你们一声，因为我们并不可能每节课都讲新题目，也不是很好。然后另一件事是我问了一下，好像其实大家并不是老实把国内历年题都做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应该也会讲一下中国国内的题目，跟我上回说的不一样。可能近期我们会把国家集训队考试的所有题目都讲一下。我就是说一下我们的安排，免得大家做重了。另外，我们也讲国内的考试。就我知道大多数人没有做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那肯定是要讲国内考试的。我们不可能自己跑去讲国外的考试，结果你国内的考试的题反而没有做，那岂不是非常愚蠢啊？那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情。
应该就这3件事，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。然后越南 TST 呢，首先它的1、2不讲，这2个题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出。直接跳过，然后我们讲3是很不错的题目。这里我应该给你们的第一稿是这个地方是译错了，这个phi n 是所有的1到 n 中与 n 互质的数。对，就是我后来应该在群里面发了一个我们修订之后的翻译版本，这个地方是说的不对。然后呢，他写了一个 PNX， 这个 PNX 怎么看都不美型，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。我们记 QNX 是等于 x 倍的 PNX 等于西格玛 x 的 k 次方 ，k 属于 phi n。然后原题实际上就是让你讨论 QNX 的分解情况。原题就是让你干这件事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啊，就先列出来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，你这个多项式 QNX 里面是有标准的结对的，它里面，因为你注意到，如果一个数 x 是与 n 互质的，那么 n 减 x 也与 n 互质，所以它天然的可以把所有的这种西格玛 x k 次方做两配对。第一部分我们做一些比较显然的工作。一看到，若 k 属于 phi n，n 减 k 也属于 phi n， 所以呢，你可以配对。然后我们为什么要配对呢？我们配对的话，就相当于给 QNX 找出了很多子式子，然后这些子式子如果有统一的公因子，我们就非常好处理了。于是QNX 就等于一半的西格玛 k 属于 phi n，x 的 k 次方加 x 的 n 减 k 次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清楚了。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把 x 的 k 次方乘上去，就是 x 的2k 次方加上 x 的 n 次方是固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分几种情况来简要的说一下，几个就比较简单啊。若 n 等于1，n 为奇数，那我们立刻有负1的 k 次方加负1的 n 减 k 次方，那么就是负1的奇数次方加负1的偶数次方肯定是等于0。所以 qn 负1就等于0，所以 x 加1就整除 QNX。然后，但是这倒不一定能说明 QNX 除以 x 之后是可约的，因为它可能本身就等于 x 加1。这个你讨论一下就行了，不写那种啰里啰嗦的讨论了，不本质，对吧？然后另一个可以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，如果 n 是4的倍数，那么你把 i 带进去也是对我们有利的。那么一切 phi n 中的数都是奇数，它都是奇数。它都是奇数之后呢，那么这样你这个 i 的 k 次方加上 i 的 n 减 k 次方就等于 i 的 k 次方加上 i 的 k 次方分之1，因为 i 的 n 次方是等于1的。然后你这个 i 的 k 次方就等于正负 i， 所以正负 i 加正负 i 分之1它就是等于0的。所以这样就说明你这个 qni 等于 qn 负 i 就等于0。所以呢 x 方加1就整除 QNX， 所以你稍微讨论一下也能做出来啊。就这两种情况好像是有解的，但是
就那么1、2个嘛，因为它 x 方加1整除它嘛，所以基本上它只能是 x 乘 x 方加1这样的式子，比较好处理。这个比较好处理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说一般的情况。一般的情况你就没有办法这样投机取巧的，我们得老老实实把这个多项式算出来。一般的 n 被4除以2，那么呢，我们记 n 等于 p1 的阿尔法1次方 ，p2 的阿尔法2次方，一直到 pm 的阿尔法 m 次方。这里 p1 等于2小于 p2 小于 p3， 一直小于到 pm。那么我们来算一下这个 QNX。QNX 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 x 的若干次方，这里的若干是指1到 n 中不被 p1 到 pn 整除的数。那么你可以仿照荣斥原理的把它写出来，它实际上就是 x1 次方加 x2 次方加一直加到 x 的 n 次方，然后减去这里面被 p1 整除的数，就是 x 的 p1 次方加 x 的 2p1 次方一直加到 x 的 n 次方，然后这里面 p2 的倍数就是 x 的 p2 次方，这么一直加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些都减掉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又要加上 p1、p2 的倍数、p2、p3 的倍数这样的一堆东西。所以呢，这样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加上 x 的 p1、p2 次方，然后最后呢，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适当减去 p1、p2、p3 的倍数。然后这样一直往后。这个实际上就是仿照荣斥原，仿照你算 phi n 的时候的荣斥原理一样的写出来的，就是1到 n 中的数去掉 p1 到 pn 的倍数，加上 p1、p2、p1、p3 的倍数，然后再减去 p1、p2、p3 的倍数。就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这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结构也好处理，它里面全都是等比数列嘛，所以我们简单的算一下。那么这个式子呢是等于 x 的 n 次方减1乘以 x 减1分之1，然后这个 x 的 p1 次方一直加到 x 的 n 次方呢，实际上整理起来是一样的，是 x 的 n 次方减1乘以 x 的 p1 次方减1分之 x 的 p1 次方，所以剩下的你明白 x p2 次方减1分之 x p2 次方，一直到什么 x p1、p2 这一堆东西。好了，这个地方有一点比较关键，你注意啊，这个地方写的不对，这是 x。你注意这些分数实际上都是 x 的若干次方减1分之 x 若干，它们都有一个1可以提取，同时把这里面的所有1提取是不影响原体的，是不影响这个式子的。这个呢你熟知荣斥原理可以看出来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简单解说一下。实际上相当于就是你把这个 xn 减1次方提出来，这里面只是这些项，你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拿掉了一个1，然后在这里面每一个括号里面都拿掉一个1，那么这里你减少了这样一开始这个项是 cn0 项，你就减少了一个 cn0，然后这儿有 cn1 项，然后你就把这 cm1 项每个括号里面都拿掉了一个1，所以这儿是减少了一个 cm1， 这儿是加了一个 cm2， 这儿是减少了一个 cm3， 这儿加了一个 cm4， 所以最后会导致它整体变动是0。
我们稍微说一下，就是这样的 xn 次方减1乘以 x 的 pm 次方减1分之 x 的 pm 次方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序列 x 的 p1 p2 次方减1分之 x 的 p1 p2 次方，这样一直往下。我们对，用蓝笔写吧，它就等于 xn 次方减1，然后括起来 x 减1分之 x 减去 x 的 p1 减1分之 x p1 次方，然后这一个序列的，然后再加上 x 的 p1 p2 减1分之 x p1 p2 这个序列的，然后再减去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对这个大括号里面把一切 x 的这个式子我们记为 m， 我们把一切 x 的 i 次方减1分之 xi 次方变换成 x 的 i 次方减1分之1，这样它们整体被减了1。然后大 M 的变化呢，大 M 就减少，这儿是1项，就是 CM0 项，然后这儿有 CM1 项，所以它整体被减少了 CM1， 这儿有 CM2 项，然后再往后那个括号有 CM3 项，所以它被减少了0，所以就整个式子是不变的。就是说我们把这上面的 xp1 次方改成1 xp1 p2 次方这些通通全体改成1，是不影响这个式子。所以呢它就等于 x 的 n 次方减1，然后我们把它写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式子。这里面你所谓的 x 的 p1 次方 xp1 p2 次方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 n 的一些因子，所以我们把它这么写，西格玛 d 整除 n， d 为若干质数之积，若干不同质数积，然后呢乘以对 xd 次方减1分之1求和，然后前面的正负号用伊布西龙 d 代替，这里伊布西龙 d 的算子就是伊布西龙 d 等于负1的 t 次方， t 为 d 的质因子数。这只是换了一个正规的写法，你可以看到实质上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在这儿算 xp1 p2 次方减1分之1，实际上这儿取个正号，就是因为它有两个质因子嘛，然后3个质因子的时候就是负号，4个质因子的时候就是正号。然后你所有算的对象都是什么 p1 到 pm 中若干个的乘积啊，然后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有名字的，这个叫莫比乌斯繁衍。对，这儿写个注释括号作为注释吧。好，然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式子。哎，一品写不了多少东西，写省略号，这太可怕了，这玩意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仍然是希望的，就是对于很多 n， 我们能够给这个玩意儿写出一个分解式来，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常规的式子，它永远是整除它的。然后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要怎么来找。实际上你可以注意到，它确实可以写出很多常规分解式的，因为所有的 d 整除 n， n 相当于可以看作是 p1 到 pm 的一个乘积。
那么这些 D 里面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被 D1 整除的，一类是不被 D1 整除的，然后它就可以分出一个式子来。实际上你稍微观察一下，我们希望给它找因子式，给它同样配对找因子式。然后呢，这个事儿是很容易实现的，真的稍微写一下你就可以找出来一个。然后这是容易的，我们找例子啊，我们可以这么干。上式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xn 次方减1这个因子我们不要了，我们就考虑这一块吧 ，p。那么大 P 呢，你可以理解为两类，所有的 D 呢分为两类 ，D 整除 n， 然后呢 D 是 P1 的因子和 D 不是 P1 的因子，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D 分成两种，就是D 整除 n 除以 P1， 然后呢 D 是整除 n 的， P1D 也是整除 n 的，然后它们都可以理解为是若干个质因子之积，就是说 n 的那些若干个质因子之积构成的那些因子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被 P1 整除的，一种是不被 P1 整除的。然后呢也就是你可以把它分组成 D 和 P1D 这两种结构，然后我们把 D 和 P1D 放到一起，然后 D 为若干质数之积，然后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把两种东西可以放到一起，就是 epsilon d x 的 D 次方减1加上 epsilon P1D x 的 P1D 次方减1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分离出一个这样的式子出来。然后呢你稍微试一下你会知道，就是只分离一个这样的质数，就是你只拿出一个 P1 来做这件事的话，这个东西是不容易给它找一个因子的。然后最后试了一下，我们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我们来找两个，我们找两个基本上可以把它搞出来。然后呢，那么这里面就是相当于 n 有至少两种质因子，它肯定已经有了一个2，如果它还有别的质因子，也就是它大于2的话。然后呢，试过之后，基本上是需要用到 P1、P2 才可以，应该是用到 P1、P2 是可以造出稳定的因子。因式，我们用 P 再找一个来把它造出来是可以的。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写起来写麻烦了。那么呢，若 n 大于2，则 P2 存在。然后呢，上述的这个 P 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。上述的 P， 然后我们记 P3 一直乘到 PM，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记成 S 好了。好，那么上式的大 P 呢，可以归为几类，就是对所有的 D 整除 S， 那么 D 自动是若干质因子之积。然后呢，所有的 D 整除 N 可以分为4类，就是它包含 P1、包含 P2 或同时包含 P1、P2， 或者不包含 P1 也不包含 P2。那么结果上它就是 P1 或 P2 或者是 P1、P2 或1乘以一个整除 S 的这样的一个质因子。所以可以归为几类，那么就是 x 的 D 次方减1分之 epsilon D 加上 x 的 P1D 减1分之 epsilon P1D 加上 x 的 P2D 减1分之 epsilon P2D 加上 x 的 P1 P2D 减1分之 epsilon P1 P2D， 对吧？其实就是上面这两个东西，你把 P1 的
涉及到 P1 的式子和涉及到 P2 的式子直接乘起来也是这玩意儿，是一样的。这里只是表示原型，伊波系动力 D 拿掉，那么这是负1，这是负1，这是正1，对吧？把伊波系动 D 提出来，所以它等于实际再进一步的，它等于西格玛 D 整除 S， 然后呢这边是伊波系动 D 提出来。然后这边是 x 的 d 次方减1/1，然后这两项肯定是负的，所以是减去 x 的 2d 减1次方分之1，减去 x 的 p2d 减1次方分之1，加上 x 的 2p2d 减1次方分之1。然后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 x 若干次方，有一个多项式整除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我们按惯例把它记成 Q 等于什么呢？把它算出来，这个直接整是 x 的 2d 减1次方分之 xd 次方，减去 x 的 2pd 次方 2p2d 次方减1分之 xp2d 次方，对吧？然后呢 d 是整除 s 是随便取的，就是 xd 次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啊，或者我们直接记 y 等于 xd 次方，免得干扰我们的判断。然后 p 等于 p2， 看起来舒服一点，这样它就是 y 方减1分之 y 减去 y 的 p 次方分之 y 的 2p 次方减1。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因子啊，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。找它稳定的因子。因子多项式 Ry， 这个就完全从你构造上省事儿的角度来考虑了。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多项式 Ry 是恒定整除这样的一个式子的话，那么这个 Ry 在 R 同于 Ry 的意义下，那么这两个分母应该结构是类似的。那么最容易想到就是我应该让 y 的 2p 次方和 y 的平方同余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你这个 y 的 2p 次方减1就和 y 方减1是同余的。那么呢，比较容易想到的一点是，我们希望让这个 y 的 2p 次方减1和 y 的平方减1是模 Ry 是同余的。这样它们同余了之后呢，那么上面就变成了 y 减 y 的 p 次方，这样 q 就同于，那么这两个分母就实际上就变成一致了，所以是 y 方减1分之 y 减去 y 的 p 次方。那么你这一看就很明白了，那么这里面我们应该让 y 的 p 次方和 y 是同余的。我们想让 Ry 整除 Qy， 那么再让这个 y 的 p 次方同于 y 模 Ry 即可。那么实际上你这个 Ry 就是要整除 y 的 p 次方减 y， 它就是要整除这个。这个整除是不难做到的，因为你 p2 是一个给定的数嘛，所以 y 的 p2 减1次方减1肯定是可以找到因子的。但是这里有一个什么困难呢？这样你找到了因子，它不见得和这个 y 方减1是互质的，所以你在这样做商出来的结果整除是不合法的，互质不能满足。这样毛病在于分母互质不能满足。
但是这是一个最自然的思路，就是说你要构造一个多项式整除，你肯定要让这两个分母很接近，才能比较有效的抵消掉整个式子，整体同于0，才是比较容易实现的。那么你让 y2p 同于 y 方做不到，然后怎么样让这两个分母长得很相似呢？稍微想一下，你要让这两个结构长得类似，但是这个玩意儿不能同于 y 方，那么它其实还有一个选择，可以让它同于 y 方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继续改进，还是列出来我们要对付的式子 y 倍的 y 方减1减去 y 的 p 次方除以 y 的 2p 次方减1。那我们把它改进，我们让 y 的 2p 次方同于 y 方分之一。这样的话呢，是模我们的 ry 的，就我们要找的这个 ry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它们的分母是相反的关系。那么这一块记为 q， 对。这样 q 同于 y 方减1分之 y， 这个是 y 方分之1，所以把它整体乘以 y 的平方，所以是 y 的 p 加2次方，是1减 y 方，所以同于 y 倍的 y 的 p 加1次方加1，是分之 y 方减1，模 2y。所以这儿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希望让 y 的 p 加1次方同于负1。那么我们只要让 ry 整除 y 的 p 加1次方加1即可。这样上面那个也自动满足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样的话 y 的 p 加1次方同于负1，所以 y 的 2p 加2次方同于正1，这是没错的。然后互质性是显然能满足的，因为 y 的 p 加1次方加1的质因子很明显，你要让它的因子多项式要与 y 方减1互质是几乎毫无困难的，互质性也得到了满足。这个就比较容易看出来了。好，那么这就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：y 的 p 加1次方加1有什么样的因子呢？那这个是我们熟知的，只要 p 加1能够找到一个奇数因子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就看得非常简单了，就可以回到原来了。于是由上分析，若 p 加1有奇因子，有大于1的奇因子，它只要有一个大于1的奇因子，比如说 p 加1等于 ab，a 为质数，a 为奇数，那么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一套强塞进去。于是 y 的 b 次方加1就恒定的整除 y 的 ab 次方加1，也就是 y 的 p 加1次方加1。然后呢，你注意到这里面原式这个 y 是等于 x 的 d 次方，这里 d 必然是奇数，因为我们算出来的 x 是被4除以2的啊，这里补一句 d 为奇数。所以呢，退换成 x， 那么我们有 x 的 b 次方加1是必然整除 y 的 b 次方加1，是必然整除 y 的 p 加1次方加1的。这里面因为 y 等于 x 的 d 次方 ，d 为奇数，所以这个整除是恒定的。这个整除是恒定的，所以你这个 xb 次方加1就恒定的整除这个 q， 就整除这个家伙。故
x b 次方加1是恒定的整除 qx， 也就是整除最初的那个玩意儿。所以我们这样就给它找到一个通用的因子，这个因子只跟 P 有关，对吧？跟那些没有关系。它整除这个分解式里面的这每一项，后一半是我觉得是相当不好想的，就是它根据前面那个配对的成果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设法找它的一个合理的因子，设法找它一个合理的因子。好，然后这我觉得是这张卷子上最难的一道题吧。如果你把那个最后那个完全就是结论堆起来的几何题忽略掉的话，这应该是最难的一道了。然后我们说一下另外几道，最后几道题啊。首先问题4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这个题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们简要的说一下问题5啊。问题5呢，他说了半天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m 加1乘 n 加1的点阵，对吧？然后它就是寻求一种就是穿过每个点各一次的这样一个走法。然后呢，它相当于要求一笔画。一个显然的事实就是说，你这个点阵的点的总数必须是偶数，这个是很容易看出来的。我们简单的，你对所有的顶点，黑白二染色，我就不写怎么染了。那么很明显，你这个路径必然是黑白黑白黑白，然后最后回到的那个地方是白，初始出发的地方是黑，所以你穿过的总点数必然是个偶数。容易看出2必然要整除 m 加1乘 n 加1。
然后呢，另一点也是比较显然的，就是从构造上你是比较容易构造出这样一条路的。构造上，显然呢，若 n 加1为偶数，那么呢，你总是可以这么走的。这边是这个 n 加1，这边是 m 加1，你总是可以这样走回去的，就是你这样折线，然后走到倒数第2个顶点，然后拐弯再回来，走到倒数第2个顶点，这么拐到这儿，然后最后一排顶点这么过去。对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只要这边是偶数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它一共用了多少段也是很容易看出来的。纵向上它用了 n 加1段，所以横向上这样的路径呢也有 n 加1段，因为每2段纵向之间就相连的就是一段横向的，所以它用了 n 加1个这样的纵向段与 n 加1个这样的横向段。然后呢，这个到底算拐弯2n 加1次还是2n 加2次？我觉得我也搞不清楚。按原题的题意应该是拐弯2n加1次，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好。反正情况大家是清楚的就完了。用到2n加2段路径。我们不讨论拐弯，我们后面只说用多少段路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拐弯我觉得是有点争议的，所以你很明显就是用偶数的那一段的2倍是可以实现的。另一方面，至少要用到较小偶数的2倍的段数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证明一下，证明我们总是设 m 大于等于 n。然后如果这个较小的偶数是 n 呢，这一点是比较显然的，就是 n 加1为偶。我们讨论的是 n 加1和 m 加1。n 加1为偶的时候，这个结论是非常显然的，对吧？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然后主要就是如果 n 加1为奇，那么这个时候 m 加1呢必须是偶数，否则不存在这种办法。若结论也不对，不真。好，然后我们假设那个用到不到 2m 加2的段的那种路径呢，它肯定是有，注意到你这个路径呢必然是由若干段横向和若干段纵向组成，然后横向与横向之间用纵向连接，纵向与纵向之间用横向连接，所以你一定是用 k 个横向和 k 个纵向连接， B 由 k 个纵向 k 个横向构成。这个是显然的，就是这样你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路径。然后呢，那么于是横向走的东西的路径，路的数目 k 是小于等于 m 的，就是你这是 m 加1行，这是 n 加1列，n 加1是个奇数， m 加1是个偶数。横向的路径小于等于 m， 那么这说明横向上来看，这 m 加1行必然有一行是没有横向路径穿过的，故必有一行
无横向的路径穿过。那么我们考察这一行，我们把这一行的这些点全都描出来，这 n+1个点，把这一行拿出来。这一行的点全部都在总的路径里面，但是又没有横向的路，说明这一行的所有点都是被纵向的路径穿过，所以呢，应该会有纵向的 n+1条路径。它的一切点均被纵向的路穿过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一行的上方和这一行的下方 A 和 B 之间就仅由这 n+1条路所连通，故上下区域 A、B 仅由这 n+1条纵向的路连通。然后你注意，这个 n+1是个奇数，你用奇数条路把 A 和 B 连通了，然后你从 A 出发，最终要回到 B， 穿过这奇数条路各一次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显然，从 A 出发，过这 n+1条路各一次，回到 A 是不可能的。这就简要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。实际上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就是你把那个拐弯换成路的话，就看得非常清楚，它一定是横向纵向的若干条路构成的。然后构造也是不困难的一件事，常规题。这套卷子最好的题可能就是那个例3了，本身也是个很好的东西。然后莫比乌斯繁衍，实际上在国内国家集训队选拔考试里面也是考过的，也考过。然后它除了繁衍之外，实际上那个数论构造上也挺有技巧的。那个实际上是个多项式整除，但是跟数论整除的构造手段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这是5， 6实在没有任何能讲的，6就是结论的堆砌啊。6不说了，那我们下课吧。因为讲思考题讲到一半，它掐断电源是更尴尬的一件事儿。